哎，你们知道，当一个外国人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向其他外国人讲述七夕的故事，最后讲稀烂是什么效果？今天不是七夕吗？我老公跟我视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，中国情人节快乐。我婆婆就问什么是中国情人节呢？我老公说这个你不懂，这背后是有美丽的传说的，我给你讲讲。因为我老公以前在中国待过几年嘛，就经常听我们给他解释各种这个节日的缘由啊、美丽的传说呀，就方方面面的就输出很到位嘛。那他呢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小旋风，完他就开始跟他妈解释，从前呐有一个男子，他叫 cowboy。我说哎 ，cowboy 不是牛仔的意思吗？西部牛郎啊。但后来我一想也不算错，就都是遛牛男子。然后他就继续给他妈讲嘛，他说，然后这个 cowboy 呢就认识了一个女子，是个裁缝，他俩就相爱了。我听到这儿我还挺自豪的，我感觉他还是记住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。我婆婆也非常感兴趣。然后呢？相爱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老公说，然后啊，不幸的是，这个 cowboy 就被叫去修长城去了。哎呦，然后过度劳累，就在长城上累死了。织女呢，很想念她的夫君，就跑到了长城上，把长城哭倒了。我婆婆说，哎妈，这织女挺有劲的。我说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怎么听着讲跑偏了呢？你这个版本的织女姓孟吧？那孟姜女哭之前跟牛郎好过这个事儿，范喜良知道吗？我婆婆说，然后呢？我老公信誓旦旦地说，然后啊，为了纪念这个孟织女和牛郎之间凄美的爱情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划船划到湖中央，往湖里扔包子。哎呦我的妈！讲稀烂。然后我老公讲完之后，自己也觉得不太自洽，说牛郎去的是长城，长城在内陆，那最后纪念他的时候怎么跑到湖中央了？这中间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我给忘了。我说对，你错过了嘛，就他还有个小姨子叫小青嘛，那小青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把内陆给冲了嘛，最后找精卫填的海，完精卫填海填500年的时候遇着济公了嘛，俩人相爱了，然后冒出吕洞宾横帮竖挡不让嘛，完后来精卫和济公化成蝴蝶飞走了嘛。我的婆婆温蒂和我小姑子们呢，今天回加拿大，在澳大舍不得奶奶哭了一早。但是拿铁呢，理论上也明白离别应该是伤感的，就是老控制不住笑，就连分别的拥抱都十分潦草。张拿铁和他的奶奶呀，就是所有的事儿都不和。从张拿铁拿着热水以一己之力劝加拿大人喝热水，被无情拒绝，这梁子就结下了。之后这些天，温蒂在公共厕所给拿铁冲了一个凉水澡，丢了张拿铁的户口。在拿铁大米饭就菜汤吃杠香的时候，说自己吃不惯，要去吃薯条。我不知道你们都啥做法，还天天狂欢熬张拿铁不让他睡觉。在广西旅游，因为餐厅外边9点有个篝火晚会，温蒂吃完饭也不走，就要等晚会。拿铁爱吃鸡爪子，想让他奶给他掰下来。温蒂看到一整只鸡挂在那儿，一直给他转走，说那个鸡瞪他。然后我看着饭店有民族特色的高山流水敬酒环节，我问温蒂你喝点不？他说不喝。我说喝酒的环节是团餐包的，你已经花钱了。于是温蒂，在场所有人都得喝。逛完一圈问我拿铁稍微早点哈，我说他刚戒。旁边那桌以为这景区卖酒，这老外是这儿的托呢，第二天漓江竹筏，人家说拿铁太小，怕危险不能坐。温蒂跟船夫说可以拿绑船的绳子把拿铁绑到小板凳上，被拒绝。我以为张拿铁不能上船得哭呢，结果张拿铁在岸上站着，看着奶奶飘走了，跟我说奶奶飘走了。我说是，唰飘走了。他露出了一丝欣慰。结果45分钟他奶又飘回来了。拿铁之后一天都在问我怎么又飘回来了呢？让他再刷。临走头一天，温蒂又嗨了，拉着所有人一起跳舞。深夜11点，张拿铁的状态就是老头较少，睡不着，但是又没劲儿，一个人坐一边，斜着眼睛瞪温蒂。小点声，拿铁你跳不？我不开心。姥姥说，奶奶没大姓。现在温蒂走了，对张拿铁来说算是一种解脱。早晨从机场出来，拿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喝点粥。我说行，这一点自己爱吃的都能满足。肯德基亲子全餐品种多样，新上的潮汕风味牛肉粥，牛丸 QQ 弹弹，素菜包是松月楼联名，一口见馅。中式早餐适合拿铁的中国宝宝味。你不是爱喝粥吗？肯德基让你在文化冲击下坚守自己。张拿铁的生活跟他的姥爷一起，终于恢复到了退休老干部的闲云野鹤。都是小鱼，我都没钓着鱼。我也吃鱼啊。多少钱？奶奶邀请我们冬天去加拿大，我不去。哎，我婆婆这2天老闹心了，因为本来她每年这个时候吧，都来伦敦看她大孙子。这不今年特殊情况不适合旅行吗？没来了。哎呀，老太太挺聒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也知道，就我婆婆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，
可能老粉们记着我说过，我老公回加拿大，那要是在我婆婆家喝她冰箱里头牛奶了，出门用她开车捎一脚了，那都是要收奶钱油钱的。那他是怎么这么大方，舍得花这么多钱，每年带着我这个走道老顺拐的公公，烧这么大一脚油，从温哥华飞到伦敦来看孩子呢？因为这个钱吧，是我老公12岁开始打工挣的，只不过让我婆婆给扣下了。跟你唠唠这事儿啊，给我逗稀了。我婆婆吧有个优点，就她自己不是有点抠吗？挺爱攒钱的，所以她吧也特别喜欢，就从小培养孩子多努力挣钱攒钱的这个意识。所以我老公从12岁开始就有他第一份就在给邻居送报纸的这份工作。然后后来他上高中以后呢，去过机场杀过吊机，去过披萨店擀过饼皮，去过工地用过水泥，去过少年宫教过冰嬉。他最喜欢的呢是在中餐馆刷盘子这工作，因为老可以吃别人就是没咋碰的那些剩菜。然后据说中餐馆老板他姑娘也是挺好看。然后原本的规定呢，就这些年他打工的钱都放在我婆婆那儿，然后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用这个钱交学费，就不用再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这个助学贷款了。然而可但是啊，就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学校申请的还挺不错的，我婆婆赖账了，说这钱不能给他。完我老公就问他妈为啥，那我婆婆也是好强人，告诉他，那我听说老谁家的小谁申请的是全额奖学金，你为啥明明知道有这种机会可以免费上学，你还非得花家里的钱呢？我老公说的，那老谁家那小谁人学的是高等数学，高等到啥程度呢？就数学在他心中根本就是哲学，谈尽他的人生理想，除以9000次口塞音的岁月过往，根号2两小烧等于人间不值得。你一般人你根本听不懂他研究的啥玩意儿。再一个，你看小谁学的那么厉害，你看人家里那俩老谁呀，熊老谁是律师，慈老谁是工程师，所以人家孩子天生我材谈尽他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你再瞅咱家，炒个大米饭都得必须用电饭锅原装的量杯，量杯上面只是3人份，来4个人你都得查2次饭，量杯丢了你3年吃不着大米饭。这个事儿我将来的妻子会告知全世界的。人家小时候玩寻找小行星，我小时候玩谁是尿炕精，那是一样的苗子吗？但是我婆婆非常坚定地说，你是我儿子，我对我的孩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有一个人能申请上奖学金也应该是你，所以我现在对你是非常失望的，这个钱我不会给你了，你自己去申请贷款吧。哎呀，据说当时给我老公气的哈，据我公公描述，当场气窜稀了。你说他咋这么大能耐呢？你说你生气，你有能耐，你说你上冰箱把他奶都给倒了啊，你上他车那把他汽油都给倒了啊，你说这家伙这大能耐，气窜稀了。完事据说当时我老公摔门而去，半年没回家。完后来我俩不是住在伦敦吗？有孩子以后吧，我婆婆就特别想看孩子，完她就老想让俺俩上加拿大，因为她不想买机票来这儿。然后每次视频，我婆婆跟俺俩说让我们买票去加拿大看她，我老公的回答都老直白了。我一年到头攒这点钱，还有这点年假，我肯定是会用在回中国上的。你想看孩子，你可以自己来嘛。我婆婆说的机票钱太贵，我老公说的没事啊，我12岁开始不就开始给你打工攒钱了吗？大方花，别抠，别秀你。就到现在哈，我老公每个月也得还这个加拿大的助学贷款，然后我婆婆扣下这人民币和10多万块钱吧，然后就留着她每年来看她孙女。经常有人会问我老公，你一个加拿大人，你怎么会想到住在伦敦了呢？我老公的回答是，我尽量住在跟我妈的距离在机票8000块钱以上的地方，省着我给我妈垫的钱她花不完。